大家好，宠粉的仪态又来了。在娱乐圈中，明星一直都是闪闪发光的，努力展现自我之余，他们还需要时刻警戒着舞台意外事故，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无数双眼睛以及360度的摄像镜头记录着。有哪些明星经历过意外走光的社死事件呢？他们又是如何机智应对的？今天仪态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吧。张雨绮在快本代班时，有个游戏环节需要测量头部的重量，按照以往的套路，当然是越重越好，对于后面有很大的优势。男明星们个个都拼尽全力，女明星也放得很开。白鹿、吴昕、张雨绮一个个儿不输男孩子。白鹿当众翘起腿部，做出了倒立的姿势，把偶像包袱丢到了九霄云外。到了张雨绮这里，麻烦就来了。不知是不是导演没有通知，她当天穿了短裙，虽然有毯子盖着，但这样随便的躺在地上还是有点不方便。有镜头，还有那么多双眼睛盯着，张雨绮尴尬的手足无措。何炅作为台柱子，面对此次的情况也是束手无策，上去帮忙破坏规则，只能站在那里帮他拿着话筒。就在此时，白鹿很是机智，大喊美人鱼3个字救场。这是因为美人鱼。张雨绮躺下尴尬的主要原因是裙子太短了，一不小心就会走光，可还是尽最大的力量增加头部的重量，势必还是需要将腿抬高的。穿裤子的女孩子都会很难为情，更别说是穿短裙了。白鹿大喊美人鱼，让节目组也有了想法，立马打出美人鱼的特效，遮盖了张雨绮的腿部，防止走光。而张雨绮也很机智，腿翘起的时候，一条腿在前面挡着，另一条腿则翘起来，这样避免了走光，还增加了头部重量。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的人，果然是不一样的。王鸥的情况比张雨绮要惊险得多。参加浪姐时与张柏芝搭档，应节目组要求需要演唱一首歌曲，没想到在唱跳的过程中太过投入，王鸥穿的抹胸裙差点意外滑落。正当大家都替她捏把冷汗的同时，王鸥的高智商救场方式让她顺利全身而退。大家可以看到，当镜头转向她的时候，虽然衣服有些滑落的趋势，但王鸥还是保持镇定，只是把手捂在胸前防走光。等到镜头转向其他明星的时候，她立即利用这段空余时间把衣服往上拉了上去。不愧是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的明星，遇到这种事情都能处理得如此淡定，临危不惧，也难怪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她了。女神张柏芝也曾在舞台上遭遇意外，留下尴尬瞬间。当时她正在演唱会的中场换装中，但不知何故，升降台突然升起，没来得及换衣服的她就这样突然出现在人前。虽然张柏芝极力遮挡，但还是被拍下尴尬的一面。这个锅演唱会主办方得背一大半。鞠婧祎被邀请去参加一场晚会活动时也发生了意外。当天的鞠婧祎盛装出席，穿了一件十分仙气的裙子，还专门在舞台上为观众们带来一首优美的歌曲。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投入演唱时，鞠婧祎的裙子肩带意外落下来。由于裙子带肩带说裙子是一体的，如果一旦肩带继续落下去的话，裙子也有可能会滑下去。原本鞠婧祎是想给大家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令台上的鞠婧祎十分的尴尬。她不想因为自己个人的原因暂停节目，便只好在灯光打到其他地方的期间，偷偷将自己的肩带提上去，继续演唱。很多网友看到鞠婧祎如此淡定解决掉眼前的困难，纷纷为她的机智点了赞。王嘉尔就有点社死了，在舞台上跳 Funny Man 跳到激动的时候，直接来一个后空翻，功夫底子没话说，就是没想到裤子的节奏没跟上，突然滑落出了红内裤。虽然王嘉尔迅速提了裤子，摄影机迅速切了镜头，但是眼尖的谭维维还是盯到了，瞬间目瞪口呆。这一下全世界都知道王嘉尔喜欢穿红内裤了。王嘉尔也找不到别的借口，只好甩锅给家人，说本命年的时候他妈妈给他准备了30条红内裤。然而嘉尔露屁屁的事情也不止这一次啦。一次他在社交平台晒出自己参加 GQ 盛典期间的泳池大片 Vlog， 视频中王嘉尔赤裸上身下水拍照，肌肉线条超级明显。随后他拍拍肌肉和后背便扎进了水里，结果下一秒外泳裤就离家出走了。拍摄结束后还和工作人员开玩笑说，就是我把我的脸修成白敬亭。嘉尔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呀。欧阳娜娜在上海举办10周年音乐巡回表演时，也出现了一个意外的小插曲。当天，娜娜穿着一身红色吊带长裙演奏大提琴，肩带因为设计太宽而不慎滑落。粉丝本来担心欧阳娜娜会顾着拉琴而无暇处理，但是接下来欧阳娜娜的举动让许多人都震惊了。她利用在演奏中极其短暂的间隙，伸手把肩带整理好，迅速调整回拉大提琴的姿势，继续专心演奏。虽然出了这个小状况，但丝毫没有影响到欧阳娜娜的临场发挥。这一小小举动也堪称完美救场。
李菲儿在某晚会上热舞时，身穿黑色抹胸上衣和紧身短裤，搭配黑发红唇和恰到好处的魅惑表情，整个人都散发着性感的气息。一双镂空镶钻的手套和脖子上的双层项链也为整体造型增添了一些层次感，让李菲儿美得不可方物。然而她在表演弯腰抬头的大幅度舞蹈动作时，身上的抹胸衣突然滑落，多亏她反应迅速，捂住胸口，才避免了意外的发生。李菲儿在此过程中表情没有一丝惊慌，舞步也丝毫不受影响。在确认衣服不会走光之后，她再次展开双臂继续表演，这心理素质也是没谁了。随后她与张卫健共舞时，又巧妙地运用了舞台动作整理服装。只见她面不改色地顺手提了一下抹胸裙，姿势和身旁的张卫健并无太大差别。热巴和吴磊一起接受采访时以直播形式进行，结果直播过程中出差错了，在她低头戴头纱的过程中，左肩带意外脱落，差点走光。可在直播过程中也不太好有太多的动作和表情，此时的救场就尤为重要。热巴在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利用话筒和头纱挡住镜头，让人忽视她手上的动作，迅速将肩带拉了回来。最关键的是，她在此过程中全程用话筒讲话，语气表情没有透露丝毫窘境。直播过程结束之后，很多网友都对她的救场行为表示称赞，如果不是全程一直盯着她看，估计很多人都会忽视这样的错误。不得不佩服她的反应速度是真的快。杨丞琳的反应速度也是一绝，徒手接耳环就不说了，在一场演唱会上，她的内搭吊带的肩带突然断裂，她反应很快，一下子捂住胸口，防止衣服滑落，同时敬业的唱完歌，一曲唱完，她拉开了外套，落落大方的告知大家自己的服装出现了问题。水我被笑死了，衣服居然断掉，吓死我了。这一举动一方面是为了向观众解释自己为何一直捂着胸口，一方面坦率随性的话语又能拉近和歌迷之间的距离。果不其然，台下哇声一片，还有调皮的观众说自己愿意帮女神扶衣服，而杨丞琳随之婉拒，甜蜜表示会有人帮忙的。李荣浩，老婆我懂了，我立马打飞的前来帮你扶衣服。咱就是说，一代段尾明明是个舞台小囧事，怎么到了杨丞琳这里变成了莫名其妙的狗粮放送大会了呢？佟丽娅身着古装在舞台上表演舞蹈时，因为古装比较重，在各种优雅的舞蹈动作中也难以避免发生往下掉的现象。而佟丽娅在面对此情况时，完全看不出一丝的紧张，反而非常从容淡定的通过2个小小的动作，就巧妙的化解了尴尬。只见她先是将手举了起来，这样就可以阻止裙子继续往下滑。然后当舞蹈动作完成之后，立即扭过身将裙子提起来，这就改变了裙子的重心，也保持了救场动作的美感。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呢。而佟丽娅在这场表演中也非常的出色，完美散发了古典女子的气息，简直是太美了。经验丰富的嘉玲姐面对舞台意外的处理方式也非常高情商。第12届亚洲电影大奖颁奖典礼的活动现场，刘嘉玲作为颁奖人，身穿黑色吊带礼服，即使年过50的她，身材依旧没有走样，十分优雅大气。在上场的时候，肩带却突然落下了，但刘嘉玲丝毫没有惊慌，依旧气定神闲继续演讲。为古天乐颁完奖之后，在转身的间隙迅速拉上了肩带，最后肩带一次次调整却依然无法固定的时候，刘嘉玲霸气的将2侧肩带全都放了下来，反而让礼服在高贵中平添了几分性感，效果更胜原来。长在笑点上的男人沈腾在处理意外时也非常有趣，在《王牌对王牌》里的一次首字母猜词游戏中，沈腾代表的红队被首字母 PP 为难住，情急之下，沈腾随口造了个批破的词语，对此他解释为劈叉的时候裤子破了，但蓝队却并不认同这个答案，原是张王九郎起哄让沈腾表演一个批破，如果成功就算红队成功。无奈之下，沈叔叔想简单表演一个劈叉圆过这一环节，周围的其他嘉宾也兴致盎然地看着他，没想到由于裤子太紧，再加上用力过猛，只听见撕拉一声，沈腾从地上弹起，捂住裤子飞奔向后台。队友看过沈腾后告诉大家，他的裤子是真的劈破了，台上台下顿时笑声一片。沈腾还从挡板后露出头，尴尬而又不失礼貌地微笑着，同时询问：“针和线呢？”咱就是说，为什么好笑的事落在沈腾身上，都像是叠加了什么效果翻倍的 buff 似的。你还想看哪些有趣合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一太哦。好啦，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喜欢四一太的视频，就请多多点和关注，四一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